哇塞，好刺啊！哇塞，好重啊！哇塞，好帅啊！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 DBC Toys 反攻玩具，我是小麦。上次我们开箱完了阿强1号之后，我就一直很期待布利斯魏的魔神凯撒到货，终于到啦！布利斯魏的魔神凯撒终于可以把金刚飞翼塞到阿强1号上了。Yes， 老样子嘛，我们先来看看外盒设计哦。它这一次取消了开窗式的设计，好，这样也好了，反正上一次做了开窗式设计也看不到东西，只要一打开，你还是看不到。封面的部分啊，它有一个浅浅的 Z 在盒子的后面，在它的 logo 以及下面的 logo 的部分，它是使用亮面做处理的。封面的图啊，以及背面的图都是使用玩具的实拍图的部分。侧面这边的话，就是它的内容物一栏啊。那我们就直接把它开出来吧。OK， 我们所有的内容物都已经开出来了，全部摆在这个桌上。这一次啊，除了这个说明书以外，它还有另外附一张大大的注意事项，大概强调一下说它有哪些新的构造，以及说有哪些地方尖尖的需要再注意。说明书的部分啊，你翻开第一面，这是它的骨架结构图，它会很明显发现说它这个手臂的这边它是没有做骨架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都知道无敌铁金刚系列它有一个很经典的招式，就是金刚飞拳。这就是为什么它这边没有做骨架的原因啦。其他内容部分啊，差不多都是教你怎么玩啊，教你怎么安装的步骤，大概是这样子。这次啊，它的雷标贴纸是在封袋里面，然后只要把它抽出来，就看得到它的雷标贴纸了。那我们就一起来介绍本体的部分吧。在介绍本体之前啊，我们要先把一些零件装上去，那就是先装我们这两侧的尖尖的零件。这很简单，它直接插上去就可以了。再来就是将我们的指挥艇插入头部。那你在插入之前啊，你可以先看一下它的头部内侧的细节还是有做好的，它不会因为看不到就直接摆烂，值得它这个价钱。这次布利斯魏的魔神凯撒，它真的是蛮大只的，它的高度大约在30公分高，这是还没有装凯撒机翼的高度哦，本体就这么高，重量啊大约在1.2公斤左右，地震的话真的不用担心倒下来。很稳的。涂装的部分呢，它的银色就是单纯的上银色。好，那有些地方会用铁灰色做一个分色的呈现。黑色与金色的部分呢，它是采用金属亮面的效果去做呈现，基本上就没有异色的状况发生。给过。造型的部分呢，我们对比动画中的原设计图就可以发现，它其实还是有做很多细节增强的改动，例如肩膀刻线增加啊，但是它又不会让人有魔改过头的感觉。像那种大量裂甲以及明显刻线的这种设计，虽然布利斯魏它也有增加刻线，却又很完美的融入在其中，不会有任何抢眼的效果。但到底是谁设计的那么刺啦？我头部也很刺，手臂也很刺，脚尖也很刺。虽然这个设计不是给小孩玩的啦，但也不用这么夸张吧。接下来介绍可动的部分哦，头部的可动部分啊，它集中在它的脖子，转头基本上都是靠脖子。你单纯动头部的话，它只能微微的上下移动而已。胸部的2片电热板啊，它是可以动的，展开或者是缩起来。但是我有个疑问哦，你在说明书里面说其中转一边的时候不要转过头，你直接设计联动结构不就好了？这样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啦。胸部的可动啊，它是可以前倾以及向后下腰。如果你前倾的时候想要前倾多一点的话，你就要先将腹部的遮盖片翻开，以免在移动的时候蹭到颜色。腰部的转动啊，它是棘轮式，它可以直接转一整圈。哇，这个充满安全感的声音就是舒服啊！肩膀上的这2个零件啊，跟肩膀本身是做分件处理的。你在动这个的时候，它的可动幅度范围会很大。肩膀本身呢，它也是采用棘轮式可动，向前动、向后动以及平举都没有什么问题。手臂的部分啊，因为飞拳真的很大颗，所以你在弯折的时候，它没有办法弯折到。而手腕的地方，它是有做可动的，可以做一些小幅度的移动。
可动手就是一定要的啦。除了可动手以外啊，它还有附3组造型手让你做更换。更换的方式就直接拔下来，再插上去就可以了。在大腿的部分啊，为了避免蹭漆的问题，大腿有一个向下延伸的构造，再去做转动，它就可以避免蹭到胯部以及裙甲的问题。如果说你的大腿要平举的话，我们侧裙甲它也是有做可动的哦，大腿在平举的时候就不会碰到。很特别的是，它的后小腿有做弹簧式的联动构造，腿部弯折的时候会自动缩进后小腿中，达到完全屈膝的效果。脚踝部分的可动是一定要的，脚掌本身啊，虽然它紧了一点，但它还是有做分件可动的。发光部分啊，将腰部的电池遮盖片给取下来，放入3颗 LR41的水银电池，再锁回去。开关呢，它也在背上，只要一按下去就可以发光了。这次发光的部分也是在头部，就是眼睛啊，以及在胸部的部分。头部的发光会因为它的前额可能会稍微遮到一点。胸部发光的话，它只要一发光起来，这个胸前这个 Z 的透明件就会蛮明显的，它的电热板还是无法发光。这样有点可惜。那接下来来介绍指挥艇的部分哦，它是没有做弯折机头的设计的，它就是拿来合体用的啦。讲直白一点就是这样。2个凯撒宝剑的特效键啊，要先将肩膀的零件拔除，才可以装上去，再将肩膀与手臂稍微调整一下，就可以摆出准备拔剑的动作。那我们再将胸部的金色零件拔除后，按照接口的形状，你再将终极凯撒宝剑的特效键插上去，终极凯撒宝剑露出的画面就展现出来啦。双手的可动啊，它是可以直接碰到胸口正中间的，就可以展现拔出来的场景。那2把凯撒宝剑的剑柄啊，它是有做分件的，先把它底部的这个零件给拔掉，再塞入手中，再把零件装回去就可以了。那这个设计啊，终极凯撒宝剑也是有的。安装的步骤也是一样啊，这个方式啊，我也觉得还不错，可以有效的去解决硬插进去导致蹭色的问题。魔神凯撒无论是双手各持一件，还是单手拿终极凯撒宝剑，都超帅的啦。涡轮爆碎飞拳特效键啊，它一共有2组，一组啊它是装在手部连接处的，它是做一个旋转的效果；那另外一组是装在下臂的那个交界处，它是有做准备发射的那个效果。但可惜它这次没有附上支架啊，它无法重现飞出去的画面。但这样特效键满满的装在手上，其实也有补足这一点小遗憾啊。腹部的超大飞弹安装也很简单啊，我们将前面说的遮盖片给打开啊，先将发射的烟雾特效键装上去，再将飞弹装上去就可以了。而且它这次是稳的哦，它不会下垂。接下来就来看魔神凯撒的另外一个卖点，也就是凯撒飞翼啦。它在设计上啊也是有加了许多细节刻画，比起魔神凯撒，它的细节刻画会更明显一些。而且可动部分也不马虎哦，它不是直接一整片都放在魔神凯撒身上就好，它是有6处可动的，翅膀延伸以及弯折，它都有做可动的设计，让它不单单只是魔神凯撒的配件，本身就可以玩超久的。有蛮多地方是做棘轮构造的，那个声音听起来就是爽啊。那与本体的合体啊，它就是非常单纯，将飞翼的卡准啊抠出来之后，直接往背上的洞捅进去就行了。装上飞翼后的魔神凯撒啊，直接又高了一截，最强机体的气场哇，瞬间更明显了。如果你有收前一款阿强1号的话，这个飞翼也是可以装上去的。最后就是暗黑大将军残骸的地台啦，4块零件的材质都是偏向树脂巨黑件，各零件在接合处它是都有做磁吸构造的，装上去之后就比较不用担心松脱的问题啦。虽然说它只是地台，但是它的细节也是非常多的哦，全身的伤痕累累，胸腔内侧的血肉涂装，半身下的管线涂装，3把宝剑是可以插上去的。那把它们插上去之后，将魔神凯撒的姿势调整一下，场景组就这样完成啦！哇，这样摆起来真的是帅炸！OK， 以上就是这一次 BlitzWave 魔神凯撒的开箱介绍啦。如果你喜欢铁金刚系列，但是又不喜欢太多魔改的话，这一支推荐你收藏。虽然说它还是有一些魔改以及细节刻画加强的部分，但是不会太强烈。我觉得这部分非常成功，造型好看，配件丰富，可动度又很好，有什么理由不来一支呢？若是对这一支魔神凯撒有什么想法的话，欢迎在我们的影片下方留言。
如果你喜欢本次的魔神凯撒的介绍的话，记得按赞以及分享哦。记得订阅 DVC Toys 范公玩具的开箱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下一支的开箱影片啦。我是小麦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